看看前面那个大桥哈，是世界上奇迹之一哦。那个大桥呢，它非常的陡峭，有没有看到像一个山坡一样哦？这条高速路哦，就像山坡一样，是非常特别，在岛根县还被 CNN 列为世界的交通奇观之一哦。这条是很特别的哦。来，江岛大桥。从刚刚的镜头有没有看到陡峭到很吓人呢？其实它是一个拍摄的效果哦。江岛大桥绝对是在交通史上榜上有名。这座位于日本鸟取县的桥啊，为日本ダイハツ大发汽车的一个广告，开始引发了所有网友的热议哈。广告当时呢，把这个江岛大桥拍到非常陡峭，那是拍摄角度，就像我们刚刚在远远的地方拍哈，也是非常陡峭，有没有？它的陡峭坡度呢，因为拍摄角度的不同，会让你看起来像云霄飞车的轨道一样哦，不免让人怀疑这车辆真能开上这座桥吗？但是呢，其实真正开上去呢，并没有那么陡啦哦，是陡峭没有错，但是没有陡成那个样子。但是你光看现在这样子拍起来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有没有？江岛大桥爆红的主因呢，其实是日本ダイハツ为了凸显它的新车的爬坡能力，拍摄的新车的广告，让这个江岛大桥呢一跃成名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这一座桥呢，事实上江岛大桥和一般的桥也不太一样哦。全长 1.7 公里、高度 44.7 公尺的江岛大桥，为了能够让大型的轮船顺利通过而盖得比较高，同时桥的斜率呢多达了 6.1%。每前进100公尺就爬升了6公尺的高度，这的确呢让这个桥呢在世界历史上呢赫赫有名。所以江岛大桥的确它也比一般的桥更陡更高，但当时大发汽车拍摄的那一个广告，让江岛大桥一跃成名。所以这就是不一样的江岛大桥。这一次来拍摄这个桥，我还蛮兴奋的，因为以前这个桥呢，它光是这个桥呢被列为被 CNN 拍摄下来呢，在全世界各地呢广为流传哦，就为了让大家看到了这一部非常经典的作品。日本知名漫画鬼太郎故事当中，鬼太郎的家乡鸟取县静冈市，漫画迷造访的地方，我们这里不管是不是漫画迷都来吧。当地设立了一条叫做妖怪之路，每一年都吸引了数百万的粉丝前往一同收看的妖怪。这个妖怪呢，就叫做鬼太郎。虽然是晴天白日，这里到处都是妖怪，依旧满街乱窜的玩偶。那这里呢，最厉害的妖怪，光凭眼睛是看不出来的，就看了这些鬼怪的铜像。你要看过漫画，你才懂；你没看过漫画呢，我人讲这啥回啊？这家的铜像，最主要是漫画啦。在这里呢，日本人人耳熟能详的鬼太郎的故事，故乡就在鸟取县的静冈。作者笔下的100多只妖怪，全都化身在这一条妖怪路上。尤其是到了暑假，这里更是日本大大小小100万人的热门景点。夏天的人气旺，这里的人也跟着很旺哦。这个就是妖怪之路，这是喜欢这本漫画、休闲朝圣粉丝所喜欢来的，怪异又可爱啊！看你安那看哈，那当然呢，没看过这个漫画的人来家这一起上啊，你就把它当做一个艺术品、雕像，沿路欣赏它吧。因为毕竟来到的这个地方，这么有名的鬼太郎的漫画创作之地，你说不来看一下，其实说也可惜啊。
来到了日本最大的花卉公园了，在鸟取县鸟取的花回廊啊。诚如以往，喜欢看花的观众朋友，如果当你来到鸟取县鸟取的花回廊啊，这个是西日本最大的一个赏花的地方，不受天气、气候、季节，有最大的温室、展示馆，随时随地都可以欣赏到赏花的乐趣。即使是下雨的日子，花回廊附近也约有1公里的加屋檐的展望回廊，全年展示日本保有展示全日本的野生百合品种15种的地方。在这里面有8000公尺以上的广大庭园及100万颗的灯光月光花园。日本人喜欢赏花，日本人爱花成痴，所以日本有所谓的赏花。日本的传统习俗花见有上千年的历史，所以我们常会看到2个字叫做花见之旅。至今仍非常流行赏花的习俗呢。最早以前刚传入日本的时候呢，观赏的是梅花，但现在我们看到的花见指的都是樱花，并且在盛开的樱花树下畅饮庆祝。每一档的3月份、4月份樱花的开花到一冷起啊，通常呢1、2礼拜的时间哦。各种媒体大肆报道，一直到秋天赏枫叶，马龙变成是鸟取县鸟取花回廊。现在有这种物件出来，因为日本人喜欢赏花，而日本人也因为喜欢赏花的关系啊，导致成日本有一系列的赏花习俗，也导致成日本有非常多的花的博览会，不管他们的庭园啊，或者是花的展览馆啊，都非常的多哦。在日本呢，这跟日本爱花成痴不无关系。而日本人除了对花以外呢，他对枫叶其实也是一样哦。日本人对于旅游有一定的看法，他们通常知道自己要去哪个地方旅游，他们也会严格遵守奉行着当地旅游国家的风土人情跟风俗礼仪啊。所以日本人可以说是在旅游市场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民族。在东南亚、东北亚、亚洲地区呢，我相信日本绝对是第1名的旅游先知、旅游民族。所以他们对于旅游的这种品性跟道德呢，往往都是排列第1名，也导致成日本人虽然他的消费力道没有那么强，但你在世界各国旅游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听到很多人问你，你是台湾啊，你是中国人，还是你是日本人？尤其是他们对日本人的彬彬有礼，对日本民俗的有礼貌、有教养，更是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。而日本赏枫对日本人来讲呢，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日本的枫叶主要以枫红叶，枫叶跟红叶2大类哈。在盆栽跟造园叶的世界来说呢，以叶谷的数目、以叶谷的深度来分别2种哦。秋天赏枫是日本人喜爱的秋季活动之一，随着秋天的脚步近了，这些山谷里面的颜色，枫红颜色呢慢慢改变，所以日本人很懂得在1年4季去享受他的人生，享受他的生活。美丽的风景画、古色古香的日本庭院，使得日本人在各地栽种了非常多的红叶。日本的红叶呢，也变成了叫做红叶手的热情。
日本有一个像沙漠的地形，日本有一个地方叫做鸟取沙丘，这里也有骆驼与黄沙之间的漫步，这是鸟取。来到鸟取，每个人都是为了鸟取的沙丘而来。但是呢，当你真正站在这个沙丘上的时候呢，你会慢慢发现这个沙丘的震撼很美啊。鸟取沙丘的地形的形成呢，是一个巧夺天工的美丽机缘哦。那与日本海的强烈波形成了相互冲击，使得这个花岗岩沙泥呢停留在这个地方，加上这个大山的火山的爆发所带来的火山灰，渐渐形成如今我们所看到的一望无际的美丽沙丘。日本鸟取的鸟取沙丘长有16公里，宽有2.4公里，还有隆起的一个马背的造型哦。在远方日本海的入口开始走廊进入沙丘之际，鸟取沙丘上有好几只的骆驼正在上班。那来到这里呢，其实你常常可以感受得到哦，在日本它在摄影上面透视度非常强哦，真的哦，当你不离东北亚西准呢，特别能够感受得到哦。中国大陆还不是每个地方都有那种透视感哦，就是你在摄影的时候有那种感觉，但日本真的有哦。那在这里呢，有非洲裔的日本骆驼，他们家呢，有空的话来到鸟取沙丘，还是可以在日本的体验骑骆驼的感觉。如果你有来过鸟取沙丘呢，其实呢，鸟取沙丘还有一个重点呢，就是鸟取沙丘这里有一个饮料的自动贩卖机，是全日本销售业绩最好的一台机器哦。只要走过沙丘人就会想知道啊，即使是冬天也会想买一瓶饮料来解渴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日本人认为鸟取沙丘这个地方给人有
沙漠的感觉。所以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就会让人想要呢买上一瓶饮料来喝啊。所以这里有号称全日本最好饮料机生意的其中一台啊。那鸟取沙丘，如果你会取景的话，其中另外一个旁边的景色呢，拍过去呢，刚好可以看得到海跟什么，跟沙丘。哇哦，你看这个画面就有了哈。在沙丘这里呢，这种感觉呢很特别。但你不能再看到这吼，真是吼，真是真正的无简单啊。日本的地形啊，也在看到沙丘哦。所以我刚刚前面还特别先讲了一个哦，为何会有这个沙丘在这边哦？这是鸟取沙丘地形的形成啊，主要是呢冲击的千代川将泥沙运送而来一个河川，与日本海啊，这边是挖进日本海哈，这个日本海强烈的波浪呢，这样互相的两边这样冲击之下，使得花岗岩沙泥呢就此停留在这个地方，形成了一个沙漠地形。再加上大山的火山爆发所带来的火山灰，才会变成今时今日这一种特别的沙丘地形。所以我在这边再特别重复的介绍一下，不然你会很好奇现在来到的是哪里啊？所以我说啦，很多人来到日本旅游，但是却不是很多人知道日本其实还有很多的地方值得一看啊。长约16公里，东北宽约2.4公里，日本最大的沙丘，那这看起来也真大哦。经过10万年以上所创作出来的大自然的创作哦。现在进入到了这个地方是哪啊？这个地方叫做最上山公园哦。这个最上山公园呢，绝对是你来到了山阴山阳当中最值得拍摄的红叶景点之一。现在我们准备进入到了最上山公园，来去看看我们的枫红之旅吧。日本人对于花、对于枫叶，除了有独立、独特的个人思考的风格之外呢，日本人也从这个你不管是赏枫叶或赏红叶，或者是赏樱花，给予每一个人不同的意念深远的感觉。日本有一句俗谚啊，就是呢，花的樱木，人的武士意思就是说做花要当樱花，做人要当武士。樱花之美在于没有枯萎的样貌，在它盛开之时，大片吹落地面，樱吹雪，是樱花最美丽的姿态，也是结束最好的时刻，宛如武士般舍身取义时最令人动容。在他们的短暂生涯当中，将自己的一生发挥得最美好，淋漓尽致。日本人看樱花，日本人看枫叶，其实不只看花，嘛是你看花跟枫叶的性格所以呢，我讲了一个做花当樱花这一个意思呢，蕴藏了群体一起开花才是大和民族最欣赏的性格。从这里面也看出了日本人团结一致的精神。所以呢，日本人在于各个区块、各个区域呢，他所看出来的这种看花看红叶的模式呢，其实可以完美完整的欣赏到整个
情况哦，整个让我们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哦。日本的国土狭长，最北海道到最南哦，都可以看到不同气候的象征。受到太平洋暖流的影响呢，开花的地方不同，然后呢，冷冻的时间呢，下雪的时间也不同啊，枫叶开的时间当然也不相同。姬路城因为外观的雪白，所以有个别名呢，叫做白鹿城。这个外观，其实呢，前1、2年呢，这个姬路市的姬路城呢，也有经过这个整修啊，修建完了，现在呢，我们才可以看到它的雏形啊。参观姬路城的时候呢，你会看到附近呢也有很多的白鹭鸶哈。曾经在姬路市呢孕育非常多的白鹭鸶的环境呢，你也能够理解到这座当初建造完成时呢，当地人看到雪白的城，为何也把常见的白鹭鸶把这个地方称为白鹭城。平城大修缮的工程结束完毕之后呢，这个地方呢，一直以来呢都是维持的姬路城的保养哦。所以我说呢，其实姬路城呢，必须要拥有竹城当时的技术人才哦，要维持现在这样的轮廓哈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日本根本没有以前过去的工法来建造新房子的人，听说已经需求不在啊。像制作榻榻米的职人呢，跟屋瓦工匠呢，在日本也是越来越少哦。最欠缺的当然也就是炼钢啊工人啊，这被称为以前盖这种姬路城的人啊，盖房子的人呢，他们日本人叫做佐官啊，这种粉刷墙壁的建筑工匠也越来越少了。从前的日本房子呢，墙壁呢，一般是由所谓的土壁啊土壁所砌成的。那种泥做的那个墙壁呢，通常呢有一种功用哦，就是吸湿气。那日本以前的建筑呢，是靠这个墙壁来吸收水分的，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呢，能够让你的室内很凉快。对夏天高温多热的日本来说，这是最适合的墙壁的。近年来也因为建造耗日费时等等因素呢，这个墙壁呢渐渐变得过时了。然而姬路城雪白的秘密呢，其实呢就藏在这个墙壁当中。当时的佐官，就是油漆墙壁的这个佐官哦的工匠身上，石灰泥呢渗进了牡蛎，他放了牡蛎啊、鹅啊啦哦，贝壳粉末的牡蛎壳灰混合而成的涂料，它被称为叫做灰泥。佐官的工作就是将这个建料涂抹在这个墙壁上。不只使这个墙壁显得纯白，屋瓦之间也涂上灰泥的缘故，连屋顶看起来也十分的白净。姬路城施作这种粉饰修缮的工法呢，是非常难得一见的例子啊！那为了培养以日渐减少的佐官工匠，姬路市跟日本的全国文化财币技术保存会合作，辅助协办呢，以便将纯白的姬路城流传给后世。所以姬路城的建筑工法呢是非常特别的。探访姬路城，一一介绍姬路城里面非常值得探访的地方。在姬路城有一个传说，女仆人阿久啊，因为打破主人珍爱的器皿而被砍头，尸体呢被丢进了姬路城的井里面。这个城内呢，便以这段故事为背景，贩卖着这一个特产哦。据说在天守的建筑顶层内呢，住着一个魔鬼
后来呢，由宫本武藏呢将其降服。顺带一提的是呢，泉镜花所写的小说《天守物语》也出现这个住在天守顶楼的魔鬼爱上凡人的故事。所以呢，姬路城有一座鲁的建筑，建造由德川家康的孙女千姬有关啊。那伊势屋本店在江户时期初期创业，以创业来担任御主用的治国屋啊。11代的将军德川家康呢，拥有其子女人数超过50名，而非常的知名。但子女呢多半年幼早逝，其中一位喜代的姬家到了姬路之后呢，伊势屋本店在这个姬路这个地方呢，留下了一个核果。这个核果呢，有时候产生了一种叫做玉庄，来对的是用红豆啊小红豆，一种稀有限量生产的小红豆哦。这一种呢是玉庄它的主要的特产哦，所以呢这也是来到这边呢姬路城很多人会买的什么伴手礼啊。